男朋友把开房的入住码发到了我手机上，闺蜜气愤地带我去酒店抓奸。房间门打开的一刻，床上是赤条条的两人，我一脸平静，而闺蜜却疯了，因为床上的不是我男朋友，而是她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叮咚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一条短信。不等我打开查看，闺蜜就先我一步拿起手机，随之而来的是闺蜜气愤的声音：雅雅，李泽这是背着你去酒店了，快，必须抓个现行，曝光渣男。我夺过手机，不可置信地阅读屏幕上的字：清风酒店，李先生，你好，欢迎入住清风大酒店，入住码1534，预定名李泽，请出示此短信，凭身份证办理入住。手机啪地掉在桌上，我手指开始颤抖，顾瑾握住我的手，边安慰我边痛骂渣男。我流着眼泪联系好我哥，一行三人去酒店抓奸。砰！酒店房间门打开，立刻传出一声女人的惊呼。顾瑾一脸气愤地打开手机相机，对着床上白花花的二人录像。我哥1.85米，180斤的体格子站在我们身后，像一座小山，提供了绝对的安全感。床上的男人急忙之中只穿上了一条红裤衩。男人转过身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男朋友陈卓。顾瑾也顾不得录视频了，扔下手机就上前厮打陈卓。我和陈卓对视一眼，收回视线。我打开手机继续录像，啪啪啪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。我特意给他俩来了一个特写和运镜，男人跪在地上一吭不吭，而小三已经跑去洗手间穿衣服了。陈卓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，你怎么敢的？紧接着又是几个巴掌，男人仍旧不出声，仿佛哑巴了一样，也不知道还手。我见顾瑾似乎恢复了几分理智，手上的动作都慢了下来，赶紧煽风点火：陈卓，你个渣男，你怎么对得起我们阿锦的？今天不打死你都是轻的，这种渣男就该狠狠地打。阿锦，你真是太可怜了，学校里那些人不知道得怎么在背后传你八卦呀。顾瑾果然听进去了，扇巴掌的力度和速度都提升了不少，嘴巴也不闲着，以陈卓的妈妈为中心，把几代的亲戚都骂了个遍。我暗自点头，不错不错。这场闹剧最终以陈卓被扇了50巴掌收尾，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还过一次手。我将手机视频收好，带顾瑾回了学校。此时的顾瑾还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我贴心安慰，顺便拱火：死渣男，怎么敢对不起我？他竟然敢出轨！我连忙附和，又和顾瑾问候了一下陈卓的祖宗18代。不对劲，为什么房间里的不是李泽？顾瑾似乎终于回过味来，事情有些蹊跷。什么为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一脸懵懂地问他，他却只敷衍我说没什么。我当然知道他在疑惑什么，出轨的怎么就成了他的男朋友呢？我装作不懂，为顾瑾打抱不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让你白吃这个哑巴亏。我要将视频传到网上，让陈卓身败名裂。顾瑾一脸感动，抱住我泪流哗哗流。我轻轻拍他背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弯起嘴角。网友的吃瓜速度相当快，视频在我发布的第2天就登上了热搜。网友唾骂渣男出轨，称赞女主角干得漂亮，哈哈哈，太爽了！面对渣男出轨就得这样，删得好，女主角好可怜，这男人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呢？也有人比较清醒地提醒，
二人不是合法夫妻，这样可能会触犯法律。但是瞬间被网友的其他评论淹没。我将痛骂渣男的评论给顾瑾看，顾瑾总算是露出了笑容。谢谢你，雅雅，多亏了你和你哥，要不然陈卓肯定得还手打我。我不知道他此刻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只做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。其实就算他自己去，陈卓也不会打他，毕竟我们俩都商量好了，事成之后钱归他。事发第2天，顾瑾却被警察叔叔找上门来。顾小姐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顾瑾一脸懵，询问来意，是陈先生报了警，告你故意伤害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顾瑾无法，只能跟着离开。在顾瑾哀求的眼神中，我决定陪同他一块去警局做笔录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陈卓和顾瑾在警局一碰面就火花四溅，顾瑾甚至还想动手去打陈卓。我在旁边装模作样的拉架，获得了工作人员称赞的眼神。陈卓仿佛铁了心一般要告顾瑾，甚至请了律师。陈卓拒绝私下和解，只能走法律程序。果然如我意料之中，顾瑾被判拘留2个月，赔偿陈卓10万。顾瑾不服，在警局大闹，凭什么他出轨？凭什么不处罚他？回答他的是法律科普。废话，没有婚姻关系，出轨又不犯法。顾瑾被留下了。我和陈卓一起出门，来到一家咖啡馆。安小姐，说话算话吗？10万都归我。陈卓痞痞地问我，俨然一副小混混的做派。当然，在得到我的肯定之后，陈卓对我吹了个口哨，和一个小混混合作，属实不是什么愉快的决定，但是却是最能恶心顾瑾的方法。况且，陈卓虽然混账，却十分孝顺，家里老母亲等着钱治病，他一定不会拒绝我的合作。安小姐，你真是个狠人。陈卓放下这句话就要走人，我连忙叫住他，他却只对我挥挥手。放心，后边的事情不会忘了的。我端起咖啡来抿了一口。狠吗？我只是把顾瑾上辈子做的事还给他而已。网上讨论度最高的时候，女主角被拘留，这可算是捅了马蜂窝。网友们开始为顾瑾打抱不平。就在此时，一则消息横空出世，一个声称是视频中男主角的账号发布一则声明，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并且还配上图片，本人是视频中的男主角，此事不存在出轨一说。我和女方在1周前就提出了分手，他多次纠缠，不同意分手，因此我提出过1个周冷静期，现在正好是1个周，算是已经分手。这次和我同住酒店的是我的新女朋友，请大家不要误会，不还手纯粹是尊重女性。下边是2人的聊天记录，时间清清楚楚，更是贴出了警局的处罚，有理有据。之前骂陈卓的网友又开始转头骂顾瑾，只可惜顾瑾现在看不见。我给陈卓打过去电话，你小子可以啊，P 图技术不错嘛。对面却否认了我的调侃，不是，这是真的。我有点哑然，没敢再开玩笑，关心了几句伯母就挂了电话。没想到啊，竟然是现成的照片，怪不得我跟陈卓说明计划的时候，他一副很奇怪的样子。上辈子顾瑾和我的好男友李泽可是为了陷害我，高价找人 P 了聊天记录，想出这么一个损招，原来是从顾瑾从自己身上找的灵感。上辈子我、顾瑾、李泽都来自同一个小山村，考入同一所大学。大学之后，我和李泽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，成为了同学们口中的模范情侣。
我们二人长相都很突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生活节奏也很合拍。顾瑾则是找了一个校园混混的男朋友，长相那是真的不赖，痞帅的。我以为一切都会这么平淡温馨地走下去，结果我的命运从抓奸那天就开始了反转。闺蜜带我去抓奸，怂恿我打了李泽，我落得了和如今顾瑾一样的下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二人早就有了首尾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大戏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光明正大地甩了我，为了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。不过2个法盲竟是如此好运，意外获得了10万赔偿款，而这都是压垮我的大山。我哭过也闹过，得来的只有网友的谩骂，没有人相信我。我拿到的大厂 offer 被收回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甚至因为对学校负面影响太大，还涉嫌抄袭毕业设计，我延毕了。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罢了。2周的时间飞快度过，我亲自去接顾瑾。警局门口，一个身影摇摇晃晃地走出，见到我的一瞬间便朝我跑来。雅雅，我就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我伸手握住了她瘦削的腕骨，短短半月，一个妙龄少女的精气神就散了大半，面如菜色，眼下青黑。那么脾气暴躁的一个人，仿佛被磨平了棱角。我心疼地拭去他的泪水，声音哽咽：“阿瑾，你怎么这么憔悴？”那陈卓倒是占了大便宜，现在网上舆论也反转了。呸！瞧我，不该说这么晦气的话。方才平静无波的眼睛瞬间迸发出恨意，嘶哑的嗓音仿佛刮擦玻璃般刺耳。我会当他付出代价的。随后后知后觉地抢过手机，查看网上的评论，铺天盖地的谩骂令顾瑾红了眼睛。我轻声安慰，无意间再添几把火。陈卓可不是什么好人，碰上去只有被打的份。大4毕业季，人人或忙着找工作或考研，低低的哭泣声吵醒了沉睡的我。掀开床帘向下探去，竟是顾瑾在哭。算日子，也该到顾瑾收到 offer 的日子了。哭这么惨，必定是工作有了变故。阿瑾，怎么了吗？顾瑾眼神有些躲闪，言简意赅地回答我：原来拿到的好几家 offer 都被撤回了。导员告诉我，让我早做打算，学校可能让我延毕。我面上震惊，内心冷笑。offer 可不是会撤回吗？网上闹这么大，档案还有污点，哪家公司喜欢这么的学生？怎么会呢？学校不会让你延毕的，你不是你们班的预定优秀毕业生吗？你可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拿了国奖的呀，毕业设计也是学校优秀范例。听到此处，顾瑾更显慌张，连忙扯开话题。我却不放过他，继续追问：不行，我替你气不过，咱们去找导员讨个公道。顾瑾却拉住我，赶忙拒绝。我挣脱开他，冲出去，在楼道里就开始嚷嚷：阿瑾人就是太善良了，就算他前一段时间感情上出了问题，可是他明明是预定的优秀毕业生，却被延毕了，这不公平。同一个楼层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专业的女生，纷纷觉得处罚重了些。看来大家还不知道顾瑾偷我毕业设计和比赛项目书的事情。我继续带大家抗议，言论渐渐传开，引起了校领导的注意。学校最后不得已发布声明，说明了顾瑾涉嫌偷窃抄袭的真相。大家一片哗然。我一脸抱歉，对不起，阿瑾，我不知道真相是这样的，我只想帮你。顾瑾哑巴吃黄连，只能硬生生吞下，再深究下去，就要暴露出是偷窃我的真相了。我还不想和他闹翻，暂且放他一马。我抽空和李泽提了分手，
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在得知我分手之后，顾瑾震惊地追问我原因，不想谈了，感觉男人不可靠。我意有所指，顾瑾有些尴尬，却还是气愤地附和我：对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却不想这两人不久后竟是一起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们在一起了，你会祝福我们的吧？顾瑾一脸歉意地开口，眼神里却满是得意。打脸吗？不知道是谁前2天说男人靠不住的，我面上不显，开心的祝福。只不过我当然不会介意，毕竟不把他俩捆绑到一块，怎么实施下一步计划呢？如我上一世的处境一样，顾瑾处境十分艰难，唯一不同的是李泽还陪着他。既然顾瑾找不到工作，那我这个好闺蜜当然得帮忙，毕竟上一世她也是这么帮我的。阿瑾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工作基本上泡汤了，没有毕业证找不到好工作的，而且你还有10万的债务。顾瑾苦涩一笑：是啊，我爸爸妈妈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他们只疼爱弟弟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继续描述他现在的处境，真是我一个旁观者都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。我为他推荐了几份工作，却只是一些低薪的体力工作。我不想做厂妹，我不去。我见他坚持，便也不再劝，只是在沉着几次3番的上门讨债之后，顾瑾有些坚持不住了。雅雅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做主播。刚刚已经有工作人员联系过我了，说我外形完全符合标准。顾瑾晃了晃手中的传单，几个大字十分醒目：造星计划，筑梦前进。我拿过传单细细阅读，眼睛越来越亮，不禁惊呼出声：天哪，阿瑾，你运气也太好了，这么好的福利待遇。顾瑾又恢复了往日神采飞扬的样子，甜甜蜜蜜地和李泽煲起了电话粥。再次见到顾瑾是在1个月之后，不得不说，红气真是养人。若说之前的顾瑾还有些土气，现在就完完全全的精致优雅，身上散发着贵气，一身剪裁得体的衣服，手提名牌包包，脚踏细高跟。我欣喜地迎上前，想要拉他，却被他避开。雅雅，这衣服是公司的，不能让外人碰。他语气客气，眼神里却透着鄙夷。我理解的点点头，便问起他回学校的来意。当然是跟导员说，不需要这破学历了，靠学历才赚几个钱。我现在一场直播顶上班1年的工资了。看着他高傲的口吻，我假意奉承：就是，你现在赚大钱了，这学历不要也罢。顾瑾觉得我上道，从包里掏出一支打牌口红扔给了我，只是那动作怎么看怎么像打发叫花子。呵呵，不要学历了，做主播，若是个正规的直播公司也就罢了，只可惜这是你上辈子精心挑选的好公司。我将口红收下，转头就扔进垃圾桶。我安心完成我的毕业设计和论文，获得了省级优秀毕业生和毕业生奖学金，拿着大厂 offer 进入公司。我凭借上一世的记忆优势崭露头角，百忙之中听说顾瑾赚了不少钱，将李泽也安排过去做了他的助手。李泽自然是1万个答应，这可比他自己找的工作高薪。2人齐齐签了合约，我只笑了笑，好戏还在后边呢。叮咚，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，我拿起手机查看，原以为是客户，不想竟是顾瑾。雅雅，我现在手里有1个名额，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？我给你内推，保证你1年赚100万。我扯出一抹讽刺的笑，竟是来坑我了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上一世我被顾瑾骗入这个公司，表面上待遇优渥，却不想签的是阴阳合同。
完不成每个月的3万业绩，便会付10倍赔偿。而拉一个人入伙可以抵扣1半金额。这种公司表面上靠直播赚钱，实际上却靠收违约金发家。上一世我几个月便将10万块钱赔偿给李泽，却不想后边直播营业额直线下降，我背着的债务越来越重，解约却要赔偿更多的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前几个月盈利完全是公司内部的策略。我试过反抗，却不知公司背后势力强劲。我的努力如同浮游撼树。收回思绪，我打算约顾瑾见一面，我们见面详细谈吧。约好时间地点，我转身投入工作之中。最近可是有一笔大订单。咖啡厅中香气弥漫，对面是西装革履的李泽，亲昵地挽着顾瑾，一身红色包臀短裙包裹住曼妙的身子，脸上仍旧是精致的妆容。相比于顾瑾之前的打扮，现在多了几丝风尘。我一身利落的职业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雅雅，你看我们2个半年赚了这个数了。边说边伸出了一个8字。我装作好奇的样子，配合他演戏。8万。顾瑾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。80万。得到顾瑾的肯定，我瞪大了双眼，看我如此。顾瑾得意一笑，又开始向我推销。哎，我是拿你当姐妹才想拉你进我们公司。你看你现在1个月才能赚几千块。我装出一副纠结的样子，令顾瑾看到一丝希望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老娘现在一个单子提成有10来万。李泽也加入了劝说行列。眼看他俩这么卖力，我终于憋不住笑了出来。李泽，被女朋友骗进去的小丑，亏你还是高材生，像你这种治好了都得流口水。李泽表情由喜转为愤怒，其中又夹杂着几丝慌乱。既然摊牌了，大家索性都不装了。顾瑾威胁我，你敢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把你和李泽的亲密照片发出去。呵，我当是什么呢？又是 P 图。只不过掺杂了不少真的图片，又是上辈子的套路，一点新意也没有。那你就发吧，我和李泽最多只有接吻，这种照片对我没有什么杀伤力。顾瑾诡异地笑了起来，哈哈哈。那如果是当事人亲自证明呢？你屁股上可是有颗红痣，这种位置应该只有男朋友看过吧？我冷笑，将手机屏幕打开，视频中声音传出，赫然是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。顾瑾一把夺过手机，将视频删除。见我一脸轻松的样子，也知道删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份。怎么，敢做不敢当了？别人的男朋友用起来怎么样？视频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，正是面前这2人。眼见他们就要气急败坏地对我动手，我指了指摄像头，潇洒离开。时机到了，他们不顾念旧情，我也不必再忍了。将视频和聊天记录等证据放到网上，又逻辑严谨地把出轨和抄袭的事情描述了一遍。视频确实过于炸裂了，不久便被封了。只不过万千网友早就有了备份，聊天记录倒是广为流传。我时刻关注舆论的动向，翻看评论，太炸裂了，转1元就给分享视频。剽窃狗，学术界的耻辱。癞蛤蟆套青蛙皮，穿的不花，玩的花，对面也不敢示弱，将他们诬陷我的证据抛出，说我颠倒事实。不少网友信以为真，转头开始骂我带水最混。讨论度最高的时候，我才抛出专业人士的鉴定。照片中一处处 P 图的痕迹和有理有据的分析，彻底将让我站在舆论的高处。更有一个网友爆料，他是这2人的同学，也是顾瑾的男朋友。他将所有事情更加详细的展示。
网友又顺着线索扒出来当年的酒店抓奸事件，这一下陈峰的记忆苏醒了，讨论到达了空前的热潮。陈卓也是个能人，接住流量，开始了自媒体生涯。众人挖出他的混混黑历史，却被他的孝心所感动，瑕不掩瑜。陈卓借助这次机会攒够了给母亲治病的所有费用，而对照组顾瑾本就惨淡的直播，如今倒是人气高涨，只不过全是密密麻麻骂他的弹幕，没有1分钱的打赏。1个月的收益过低，将会有新的惩罚。我心情很好的收到公司10万的提成，决定要大吃一餐，5万给了父母，1万捐给贫困山区，剩下的用来投资，当然还要拿出钱来安排下一步计划。拨通一个号码，对面轻佻的男声传出：“怎么了？安大小姐有何吩咐？”我言简意赅地安排好下一步，便挂了电话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朋友。与此同时，网上又更新了大瓜。著名企业黄老板的妻子发布了一条寻夫启事，本人丈夫于前日晚上失踪，距今已经超过12个小时。丈夫是与偶像主播一起去私人小岛野餐，疑似遇到危险失联，希望诸位帮忙寻找，悬赏20万。诸位网友刚开始还没当回事，只是惊叹于黄夫人的大手笔。后来有人爆出主播是前一段时间舆论风波的顾瑾，这下网友可坐不住了，绝对有大瓜。在众人的努力之下，黄老板一出现就被网友暴露了定位。黄夫人也守约地给予该位网友20万奖励。视频之中，黄老板身边跟着一个女人，只是大夏天的，女人却裹得严严实实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事情结束之后，网上又流传出一段视频。视频中光线十分昏暗，但是依稀可以辨认出2人交缠的身影。想不到啊，为了往上爬，顾瑾竟如此豁得出去。黄老板确实有钱有势，若是让他傍上了，必然可以咸鱼翻身。可是不为人知的是，这位黄老板有位妻子，被黄老板折磨多年，就等着夺权。豪门的争斗罢了，下班路上被一个身影挡住了去路，抬头就看见顾瑾那张阴沉的脸。我目光落在顾瑾裸露皮肤上的伤痕，像是抽出来的印记。顾瑾拽了拽衣服，挡住我的视线。安雅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把我们和黄老板的视频放到了网上？一听我们俩字，我瞬间精神了。我面上装作不知情，反而一问：你们陪老板干什么了？关我什么事？顾瑾有些难以启齿，只愤愤地拿目光盯着我。我转身要走，却又被他拦住。真是跟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你敢发誓吗？不是你把视频发到了网上？我冲他翻了个白眼。你有功夫纠缠我，倒不如想想怎么还钱吧。顾瑾见我如此笃定的样子，竟然相信了我，放我离开了。说实话，视频真不是我放的，我只是背后出招而已。手机屏幕亮起，黄老板的妻子发来一条短信：谢谢。我关掉手机，深藏功与名，证明客气做什么？无非就是教了黄夫人几招，又帮忙找人发了视频而已。阴谋可怕，阳谋有时也不失为一种手段。这次顾瑾的名声彻底烂透了，肩上的巨额债务足以压塌他。原以为顾瑾和李泽的感情情比金坚，却不料也是脆弱的玻璃，一碰就碎。李泽在我下班路上拦住了我，我还真是服气了。这俩人怎么都喜欢在下班路上拦人？不知道上了一天班很累吗？我没好气地冲李泽道：有屁快放！李泽仿佛被我粗俗的话吓到了，
一时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刚要抬脚离开，李泽终于回神：“雅雅，我错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发现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我们和好吧。你单身到现在，不就是为了等我吗？”我无语望天，世界上这么多单身的女性，都是在等你吗？李泽却觉得我在耍小脾气，竟然更得寸进尺的要来抓我的手。我一巴掌抽过去，飞速离开。笑话，一巴掌就够了，打多了可是要赔钱的。却不料这李泽脸皮厚得很，竟然找到了我的住所，几次守在我门前给我献殷勤，甚至给我下跪求原谅。我留下证据，直接报警。李泽以骚扰女性的罪名被带走，我终于得了几天清静。原以为上辈子的遭遇尽数奉还，大家之间便没有了瓜葛，不想这二人竟要鱼死网破。令我无语的是，这次事故又发生在我下班之后，这俩人就不能体谅一下打工人的辛苦吗？拖着疲惫的身子进入房间，还未打开灯，就感觉背后被人用冰凉的东西抵住。我立刻将手伸入口袋，连按5下手机电源键。你是什么人？要钱的话可以带你去银行取。背后的人却发出一声冷笑，一阵刺眼的灯光传来，屋内灯被打开，我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女人顾瑾。此时的顾瑾不知怎么回事，脸瘦得吓人，双颊凹陷，整个人都透出着萎靡不振。看见他俩的瞬间，竟有些松了口气。若是遇到歹徒，还要紧张一下；遇到这俩蠢货，倒是安全了些。顾瑾似乎不满我淡定的表情，对着我大放厥词：“雅雅，看见我开心吗？我们曾经是多么好的姐妹呀！可是最近我才知道，我现在的下场都是拜你所赐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顾瑾的神情近乎疯狂，我想动一下身子，背后的人却更用力了。我感觉到了，应该是一把匕首。我不理会顾瑾，反而对李泽说话：“阿泽，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。我已经想好要和你和好了，打算赚钱帮你还债务，可是最近却见不到你。”身后的人似乎有些异动，力道松了松。别听他瞎说，李泽，前几天报警抓你的不也是他吗？李泽果然听话的又将我抓紧，我继续忽悠，顾瑾却出了一个馊主意：放了你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样吧，你把钱全部都转给我们，为了证明你对李泽的真心，你现在就把第一次给李泽。李泽闻言，抵着我的手都在兴奋地颤抖。和我谈了几年恋爱，我都没有让他得逞，我无法，只能答应。心里默默预估着最近的警局到这里的时间，嘴上尽可能的拖延。我要拉着李泽去卧室，却被顾瑾阻止。害羞什么？在沙发就行，我亲眼盯着，免得你跑了。顾瑾一脸戏谑的表情，上下打量我，我气得咬牙，还想再挣扎一下。李泽，你就忍心看着我们的第一次回忆被别人打扰吗？李泽一脸纠结，在顾瑾的三言两语之下，却又忽然坚定下来。事到如今，不得不从了。我慢吞吞地脱掉了我的鞋、袜子、包包、发夹、假发片、耳钉。顾瑾见我这样磨蹭，伸手就要扯我的衣服，外套被粗鲁地扯开。李泽的眼睛绿油油地盯着我，妈的，大不了就当被狗啃了。砰！房间门被踹开，一批训练有素的人闯入。李泽和顾瑾转身就要冲窗户跑，却被瞬间拿下。我说呢，原来是从窗户里爬进来的，这安保也太差了，要尽快换房子了。死到临头了，顾瑾还在叫嚣：“贱人！你什么时候报的警？等着吧，我早晚会报仇的。”他拼命地挣扎，想要过来打我，却被工作人员紧紧扣住。
女警员帮我把衣服整理好，轻声安慰我。我将房间的监控调出来，提供给警方。女警员带我去做笔录，在得知这二人竟是要谋财劫色，工作人员纷纷为了打抱不平。做完笔录，众人离开，屋里忽然安静下来。我有些脱力地瘫在沙发上，暗叹自己的放松警惕。好在没几天就接到了判决的通知，这俩人因为入室抢劫，涉嫌故意伤人，被判蹲入狱。同时，警方还查出了许多我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据好心人举报，这二人在公司中诈骗数十名妙龄少女加入公司，签下天价违约合同，更是私下里涉及了灰色产业。这下子每个10年8年的应该是出不来了。我顿时感觉身心舒畅，奖励自己一顿大餐。时间飞速流逝，没有了这二人的捣乱，我的生活充实地度过。唯一巧合的是，我最近总是会偶遇到陈卓。第一次是在我搬家之后，发现我的邻居竟然是陈卓，可是他是在我之前搬来的，我总不能自恋地以为是故意来找我的。之后每次上班下班总是会遇到他，晚上有几次加班走夜路，也总是碰巧遇见。他也不热络地和我说话，总是冲我点点头，就算是打招呼了。搞不懂，当个邻居也不错，起码有个照应吧。番外，我叫陈卓，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，妈妈一直身体不好，但是坚持让我上学。邻居和同学都欺负我，说我是个小野种。我知道我不能再软弱下去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我要撑起这个家。我变成了一个人人讨厌的小混混，但是矛盾的是，我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小混混。同学污蔑我成绩是抄的，我不在乎，因为高考的时候自会见分晓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我遇见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那天医院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我妈妈病情恶化，需要大笔手术费。我失魂落魄，很自己怎么这么无能，连唯一的亲人都护不住。我趴在桌子上走神，一个卡片放在我面前，同学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坚持下去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2个女孩的背影，其中一个女孩子回头冲我眨了眨眼，那个女孩子就是顾瑾。从小到大，这是唯一一个对我释放善意的人，所以在顾瑾看上我这张脸追求我时，我答应了。我将耐心和温柔都给了他，可他仿佛依旧不满足，让我给他买奢侈品。记忆中那个善良的身影渐渐模糊，我对他的爱意也渐渐消失。我决定和他分手了，可是他不愿意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他好像和一个男人有联系，但是我不在意，因为我只是想守护这唯一的光。直到那天，顾瑾的好闺蜜安雅找到我，她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约我去咖啡厅一聚。我看见字的瞬间愣住，这和几年前那张卡片的字一模一样。我苦笑，决定一探究竟。在安雅口中，我得知了她的计划。她问我，你想要钱吗？10万，帮我做一件事。我没有问做什么，直接就答应了，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。当年是我认错了人，况且我十分需要这笔钱。我的妈妈已经快坚持不住了。事情很简单，以安雅的身份补办一张房卡。我进入酒店房间，打晕了李泽，和女人谈好价格。我成了被捉奸的那个人。顾瑾的巴掌扇在我脸上，很痛。可是这些疼痛能换来10万块钱的话，我愿意。事情很顺利，我拿到了10万，给妈妈做了手术。那天我对安雅说，安小姐，你真是个狠人，我很喜欢。不狠的人是活不下去的。可是后边的话只能埋在心里。
之后，安雅让我做什么我都很配合，甚至偷偷帮了不少忙。我想，能保住妈妈的性命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不敢再奢求更多了。可是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我制造了多次巧合，在得知他被那对渣男贱女入室欺负之后，拿直播传的积蓄买下了一套离安雅公司很近的房子，找人假扮中介，以低价租给安雅，晚上假装偶遇，陪她走夜路。可是我还是不敢和她多说话，也许这样默默守护她一辈子就足够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